他从未缺席，这次却没来。在2025年7月6号登场的金砖峰会上，习近平首度缺席，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出席，场面看似正常，实则不寻常。是日程安排，还是外交冷遇？是策略避险，还是权力松动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替补，而可能是中共高层权力版图出现裂痕的讯号。您好，这里是新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自2013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，习近平将金砖峰会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舞台。他曾以生动的比喻形容金砖5国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、南非如同5根手指，转起来就是一只拳头，象征团结与力量。2023年成为习近平全球战略的高光时刻，他大力推动金砖扩员，成功将伊朗、沙特、阿联酋、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纳入机制，将金砖从5国联盟扩展为10国联盟，试图打造一个足以对抗7国集团的非西方阵营。与此同时，中共极力推导人民币国际化。习近平多次强调，金砖合作是中共外交的优先方向，彰显了对全球南方的领导野心，试图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，推动东升西降的地缘政治愿景。然而，仅仅1年后，习近平的缺席却给这些豪言壮语打上了一个问号。金砖是否仍是习近平心中的拳头，还是已经成为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鸡肋？对习近平的缺席，中共外交部给出的理由是日程冲突。这个理由让人怀疑金砖峰会在习近平心中的地位的同时，也引发了更多的猜测。一种观点认为，习近平的缺席可能与主办方巴西有关。资深媒体人石柏明夫表示，不是习近平不想去，是巴西故意不让他去，因为美国跟巴西和印度说，金砖会议是一个反美的会议。他分析说，习近平每次参加峰会都是主宾，但是这次巴西将印度总理莫迪作为峰会主宾，并安排欢迎晚宴，将莫迪的国事访问和出席峰会弄在一起，可以凸显印度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巴西有意给习近平软钉子碰，和印度联手，变相排挤中共，因为他们不敢得罪美国。因此，习近平若亲自参加，恐沦为陪客。这对于自视为全球南方领袖的他来说，无疑是一种外交上的羞辱。更令人关注的是，中共在金砖框架下的多项战略目标正面临挑战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屡屡受挫，金砖清算机制和石油人民币交易的推广进展缓慢，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在经济上仍深度依赖西方，伊朗则因地缘政治风险无力配合中共，甚至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因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而选择视频参会，这让金砖峰会的领袖阵容显得星光黯淡，并且金砖内部的分歧也已经浮出水面。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争端，沙特与阿联酋对美元的依赖，伊朗的地缘政治孤立，都让这个联盟显得松散而脆弱。一些西方分析人士甚至将金砖形容为缺乏核心的乌合之众，这与中共官媒过去的豪言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也让外界对金砖机制的未来产生了更多疑问。随着普京因 ICC 逮捕令无法亲自参会，莫迪成为峰会的焦点人物，巴西则试图通过强调绿色能源、疫苗合作等议题，展现其对全球治理的独立主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习近平的缺席对中共来说显然是外交上的挫折，也折射出其全球战略的困境。人民币国际化的停滞、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变，以及美国的强势回归，都让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愿景面临挑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习近平选择缺席，或许是一场无奈的退场。显然，金砖已不再是显示中共领导力的最佳舞台，反而可能暴露出战略短板。与其亲自面对尴尬，不如让李强代为出场，
保留一丝回旋余地。如果说外交上的挫折让习近平的缺席显得情有可原，那么国内政坛的异动则为这场缺席增添了更多悬念。6月30号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，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。中共党媒报道说，这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、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。然而，外界普遍认为，中共释出的这一信号极不寻常。对于新机构的性质，当前网络上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解读。一派认为，这是习近平权力稳固，并想进一步集权的手段。不过，习近平早已通过多个小组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，为何却要在此时画蛇添足的再给这些小组找个婆婆？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，党中央及中共中央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全会，在闭会期间，中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代表党中央行使职权，总书记则主持日常工作。然而，在本届中共4中全会尚未召开，开会日期也尚未公布的情况下，这个新机构出生得相当突兀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中共政治局会议明确表示，政治局常委会、总书记和书记处均同意将决策权移交给这一新机构。这意味着新机构的权力很可能凌驾于政治局之上，成为中南海实际的权力核心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援引朋友的分析指出，这一机构的设立等同于另立中央，而6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就是为了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新机构。这种安排可能暗示中南海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制衡力量，意在架空习近平的决策权。因此，习近平突然缺席金砖峰会，在向外界释放某种信号，中南海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，习的权力正在被削弱。亲爱的朋友，您认同哪个观点？欢迎留言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